大家好，我是齐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在他心中有多重要。请大家呢在黑白和黑白棋子三种选择之间任选一个，把心心相印四个字和你的选择发在弹幕区或者评论区。短视频的朋友请双击牌面直接选择。好，我们首先来进行这颗白子的解读。选择了白子的朋友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你在他心中有多重要？看这个菱形阵啊，目前呢，你和他呀刚刚经历了一些小的风波，给你们的关系呢进行一些震荡和冲击。不过呢，这些震荡和冲击无伤大局。对于你们来说呀，用你们的感情的历史积累，还有用你们的这种彼此的尊重情谊，是可以来承受这部分冲击的。那同时呢，暴露出的这些小问题呀，也在给你们提醒，按照以往你们的关系模式，是时候该清理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了。这是你们在情感关系中要想进一步走下去所必须要经历的，并且这些经历呢，会从正面来巩固你们的感情。有时候啊，感情发展的太快，也不是一件完美的好事，它会更快的暴露问题。所以呢，在经历了这些小问题、小震荡之后，停下来调整一下，来巩固好你们的感情底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你们的关系现状。所以说，慢就是快，停下来呢，有时候比快步向前跑对你们更有好处。那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呢？这个问题就稍有点复杂了，并不是单纯的重要或者不重要。因为你的爱人呢，在他心中啊，并不是不爱你，但是呢，他目前有其他的心事啊在困扰着他，所以呢，他对于这份感情呢是有一些犹豫的。这种犹豫呢，并不是说离开你或者说和你分手，并不是这种犹豫，并不是爱你或者不爱你的犹豫，而是说该如何更好的爱你，该怎么样去爱你，是这种犹豫。他其实是想把最好的一面，或者说他所能给到你的最好的东西呈现给你。但是呢，他这种要求其实是受到一些外部客观条件的困扰和制约的。他现在呢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在关系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样子啊，包括言行各种发挥失常啊，其实是有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的，并不是他真正的样子。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误会他。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呢，其实他处于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并不是和你的关系，而很可能是感情之外的东西，比如事业啊，或者其他的家庭方面的原因，造成他的心情有些压抑。那他的这种状态呢，引入了你们的感情关系和生活中，就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小的冲击和困扰，这是你们关系的核心。所以呢，也许你会想，他觉得你不重要，他还爱不爱你，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你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只看他的表面。第二个问题，那他的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从这个三角阵啊，我们来看，在他的心中，你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的心中呢，可以说你是一个女神的位置，非常的完美。他其实是想非常好的对你的。至于他的发挥呢，和他的人品其实并不一定完全挂钩啊。他现在处于一个压力期，所以他这种现象啊，包括他走到今天，是由他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性格特征构成的。他是一个喜欢追求极致的人，这种追求极致呢，就意味着
他总喜欢挑战极限。那这种极限造成了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他在这种压力下呢，仍然会进一步的突破自己。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喜欢在动态的漩涡中去找到那个风暴眼，从而感受到这种事业呀，还有这种生命成长的这种刹那的存在感。那么按照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啊，下一步他仍然会向前冲，按照他的方式，就像著名的翼装飞行员杰布一样啊，他在玩着他的滑翔游戏，包括在感情和生活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你在他心中其实是非常完美和非常重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现在的状况呢，确实可以说是忍辱负重，背负着很多的压力，因为他面临的挑战和课题啊比较艰巨到呢逼近他能力的极限，他也会付出很多和承受很多，所以他现在背负着这么多包袱啊，以至于他面对感情的时候会有些举步维艰。这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他希望为这份感情加注很多其他的美好的东西，但是呢，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负担。那究其内在原因呢，其实他仍然是有机会的，他有机会突破这个困局。这要取决于你和他的沟通，你们之间彼此的坦诚沟通非常重要，也需要你去突破他思想的层层阻碍，去给他减压，去帮助他打通你们之间的连接，这样会有助于你们感情的进一步发展。那么下一步呢，他仍然会很积极的去迎接挑战，去为他的事业、他的生活和你们的感情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他的行动力其实是蛮强的，而且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即使看起来风险蛮大的，他仍然坚信自己会赢。那么他究竟清楚自己要什么吗？从这个三角阵看出啊，他其实还是蛮清楚自己要什么的。这种坚定和明晰啊，其实甚至明晰的有一些过分，这种坚定甚至走到了他的反面，有些刚愎自用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凡事总要分成两面来看，至少可以看出啊，他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只是呢，他的这种坚定或者说这种明晰啊，现在还缺乏足够成熟的外部条件来支撑他，所以他会表面看起来陷入一些困境和瓶颈。那从外向上来说，他所要的东西还缺乏必要的支撑，他的底盘不够，所以他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才能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和状况。那从内在来说呢，他也坚信胜利属于他。虽然呢这一切看起来还很远啊，但是这一切交给上天来解决，他要做的呢就是坚持下去，不改变。那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你拥有的魅力到底怎么样？那三角阵显示呢，你是一个蛮有魅力的人呐，颜值还是很好的呀，在同胞之中算是很吸引人的，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让人看起来心生喜悦。身材上来说呢，也是蛮有灵气的，是那种禁得住并且耐品的人，不是那种看起来很俗气很艳俗的那种啊，所以你是属于内涵耐品型。经济方面嘛，会有一些小困扰啊，但这个也无伤大局，这些小麻烦终究会过去的。在性格方面呢，其实你是一个蛮会享受生活的人，有时候呢，为了感情呢，你可以放下很多东西，只想自己快乐的过自己的小生活抛却一切烦恼，这是你最理想的日子。但是现实情况呢，往往需要你去为生活、为了事业的成功去奔波，以至于要板起面孔，装出一副很刚强的样子去打拼。其实，虽然你做起来很快乐吧，但是里面的你和外面的你
其实是两个人。所以你戴着这副面具呢，在事业中啊，还是蛮成功并且无往不利的。工作能力，赋予了你很大的气场，你的出场在事业上也是霸气侧漏啊，可以说是豪情万丈，这个摄受力很强啊。那么可以带领很多人，给他们力量。那这也是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工作的气场 ，hold 得住场面。那么在性感度方面啊，其实你不用太纠结，你是那种自带气场的人，所以没有必要东施效颦。如果你刻意去追求一些所谓的性感路线呀，或者从大众娱乐去看一些东西，想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啊，会对你造成困扰，真的没有必要。你不需要那些东西，你的本色和天然就是很好的魅力杀伤点，能够吸引到你真正所爱的人的共鸣和关注。所以不要被那些垃圾信息干扰，要对你自己的气质有独特的审美自信，不要迷失自己哦。那么他喜欢什么呢？在你的众多魅力中，为什么喜欢呢？其实啊，他是一个挺喜欢追求新鲜感和冒险的人。这种冒险甚至达到了极致，喜欢大起大落，喜欢峰回路转，喜欢出乎意料。那这种丰富的剧情啊，能够带给他很多的快乐。所以你的多变和善变对他来说呢，不是坏事，反而成为了你们感情关系的一种调剂。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不可控因素啊，那让他呢，其实也感觉到这份感情很充实，因为呢，他也是一个带有赌徒性质的人，也喜欢有一些大的梦想，或者做一些大的事情啊，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呢，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配的啊。你的这种大情怀，还有这个事业心呐、大气场和他的赌徒性格呀，有时候是很好的互补搭档。所以这也是你魅力的重要支柱之一啊，这种性格天然匹配。那最后来看呀，那在你本然具有的魅力中，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完全显化呢？如何显化这些魅力呢？那从这个梯子阵中能看出啊，你的魅力其实对他还是蛮有杀伤力的，而且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需要发挥你的本然天性就已经很好了。你们的这种魅力是天然吸引，天生的性相匹配，你只需要按照你们固有的感情节奏去这样走就好了，不用想太多，或者刻意加一些所谓的技巧啊、人为的东西，不需要。那唯一的卡点呢，就是在你魅力方面，有时候你这个气场啊太强大，容易冲动，遇到事情呢，有时候容易失去理智。这种冲动啊，一旦上了头，就会不管不顾啊，也会不顾及实际情况。总之，一阵机关枪，一阵炮火打过去，打得对方人仰马翻。这是在你魅力上的，这是一个卡点吧，就是气场强大，但是要 hold 得住，有时候你会 hold 不住。多加强一些情绪管控的东西，而且从这个阵法中可以看出，你们两个都是那种喜欢刺激的人，喜欢追求失控的边缘，喜欢意外之喜。那这也要求你们有一颗大心脏啊，这也是你魅力的一部分，要玩得起，要在真正考验关口、剧情关口啊 hold 得住，淡定。你越是能在这种大关口中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啊，那你的魅力值，你们的感情关系也就越稳定。所以只有一起经历，才是真正的感情好伙伴，才是牢不可破的魅力基石。好，以上呢是关于选择白子的解读。
请大家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我们来进行这颗黑子选择的解读。来看第一个问题啊，那你在他心中有多重要？从这个菱形阵中啊，能看出你们关系的现状。现在呢，面临一点点小问题，有一点点小的麻烦。不过呢，这种小的麻烦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经过一番波折呀，其实你们都能够走过这个关口。那你们的关系现状啊，处于一个僵持期。那是一方呢是很想去沟通，或者说很想去表达，但是呢，这种沟通和表达的想法呢，会让另一方感到很有压力，所以那方呢可能会闪躲呀，或者说等一等，现在还不是时候，想用一种保守和相对消极的方式去应对这种沟通的欲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你们的关系现状就是两个人的节奏不一样，一个想动，一个要静。那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呢？坦率的说呢，分量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那一边呢，你的那所爱的人啊，他现在一脑门子官司，现在顾不上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了。他现在已经是晕头转向了，哎呀，简直是被折磨的口吐白沫了。所以你也不要奢求他此时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了，他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着也是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对他呢是有好处的，是他必要的历练，人生成长中必要的关口。如果他过不去这个关口呢，其实对你也没好处。所以啊，这时候你就不要太过于关注他有多在乎你了，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他现在自顾不暇呀，并不意味着不爱你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不宜产生误解和过多的奢望，要站在他的角度，多给他一些成长的空间，从而放低你的期望值，这样你也会少一些麻烦，你们的关系呢也会更加趋向于稳固，而不会徒增变数。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觉得你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人，而且蛮不屈不挠的，挺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在这一点上，他真是拿你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有时候其实你比他要有个性，而且更不妥协，这也会让他感到压力很大。你的力量让他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那所以呢，他在你的力量面前啊，哎呀，有时候他会退避三舍，或者他会躲闪，或者直接干脆去找别的办法呀，去给自己减压，或者找别的办法去填补一下自己这方面受到的冲击。那所以你的力量对他还真是有很大的冲击，那以至于呢，他会想方设法呀，去想些办法来守住这道防线呀，来不至于被你整得很惨。他是这个想法。他面对你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畏惧的，以至于很想稳住阵脚。获得一个比较稳定或者安全的一个沟通和对话的机会。也会用一些比较保守的方式吧，来以退为进的这样一种互动，来和你去沟通。所以你要适应哦，而不是要去一味的怀疑。那么他现在想不想动呢？想不想推动这份感情呢？从这个三角阵中显示的信息来看呀，现在他的动力不足，他现在被折磨的已经快没电了。
这个电池快没了，所以肯定是没有动力的呀。哎呀，那么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所以这也是你们关系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呀。就是一动一静，静的这边为什么静呢？就是因为快没电了那快没电的原因是因为外部压力大呀，一脑门子官司，他被折磨的这个样子，对于这个感情方面细心方面肯定不会做得很好，这就是原因呐。所以你不要站在这个问题的末端来看，并不是说他爱不爱你的问题，而是他状态如何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这个电池也要维修和保养，所以不能一味的耗电。那看一看呀，这个三角阵，它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其实他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他心里还是一团乱麻呢。也是好多想法纠结在一起互相撕扯，所以他这种状态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沟通方式。那在这个时候他外在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肯定也是波动特别大。有时候话会横着出来，有时候词不达意。那这种状况有时候你不要过于苛求，或者说逼得太紧，想直接要答案或者表态，没有必要把你们的感情逼到孤注一掷的份儿上，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看一个人还有你们的感情到底如何，不是要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看他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个行为言语背后的一个决定因素那是什么。那从这个三角阵来看呢，其实他并不是不在乎你，他其实还是很在乎你的还是围着你转的，只是说呢你们的这个状态的现状还有沟通方式需要比较好的一些技巧和火候去把握，不是那种低难度的通关版本难度稍微高一些，这就对你们的情商、沟通方式和自我的一个情绪把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你们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好，心智都很成熟，才能驾驭这份感情。那来看一看你的魅力究竟有哪些呢？其实你还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呐。其实你经历过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说一张白纸你有很多故事。这种故事呢有时候是一种痛苦它带给过你一些痛苦和伤痛，但同时呢也带给了你很多财富，让你拥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心智。曾经沧海难为水那过去的事铭刻在你心里，切记要把它变成你的财富，而不是一种包袱。身材方面其实还蛮不错的嘛，你的身材真的蛮出众的，所以对于他来说也应该很有吸引力了。在经济方面也不错，状况还是很大气的底子也还可以，将来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所以你的财富魅力也很出色。那么在性格方面的，其实你有些功课要做在性格方面你有很多限制性的因素，一些障碍性的想法它让你变得不流畅，限制住了你，让你的本人天赋没法发挥。这个东西呢其实给你造成了一些困扰。在性格方面呢，你太压抑了，有时候会刻意的打压自己，委屈自己。但另一方面呢，你其实是一个蛮有原则和个性的人，是一个不愿意妥协的人，也不愿意特别委屈自己，会坚持自己。那这就造成了你的一种痛苦和撕裂吧。明明是一个很刚的人，但是不得不低头，
并且呢会用这种力量来伤害到自己。这个是你魅力的一个黑洞，你需要去弥补它。所以啊，你在自我修复和这个生命完善这一块啊，其实有很多的功课要做的。在工作方面，你的其实还是蛮柔软的，而且也蛮老道的，还懂得去和别人合作。从外表看起来和你性格有一定差距。你外表所呈现的并不是你真正的内在性格。另外呢，你是一个蛮性感的人。这个有时候真正的嗨起来呀，会光芒四射。当你把你的魅力啊真正释放出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的新的缘分，不一定是感情上的，会让你在生活中的还有人际圈上的很多新缘分会到来，会帮助你摆脱现在的困境和现状，从而跃升到新的高度。那至于他嘛，他对你魅力的态度呢？你的魅力四射，其实对他还是小有压力的哦。他会担心留不住你呀，他只会更加努力。所以其实他也喜欢这种感觉呀。有一个魅力四射的伴侣在身边，他很高兴啊，这也能证明他的价值啊，同时也能给他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是好事啊。这让他的事业呀，还有生活方方面面有了下一步的希望和动力。所以尽情释放你的魅力不是坏事。你的魅力显化度呢，有一些小问题。要知道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只是呢这种魅力有一些分配不均匀。你的发挥不是很稳定，受到一些干扰。其实是你的想法太多了，你的信念限制了你魅力的自然发挥，以至于只显示了你魅力度的60%左右。那这里显示呢，对于你的魅力，你没有必要有太多的限制和判定的观念啊，就是大胆的去展现自己的魅力。不要顾忌太多，也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件啊，然后让它变成你的包袱。你越展现自己的魅力，你的生活质量还有你的人生未来就会越好。所以变得更真实一点。然后在关系中啊，在感情上啊，更主动，更这个出乎意料，更多一些主动的创造和力量，正向的力量啊，去创造一些正向的机会。不要有太多包袱，有时候不要等到什么事情都特别明朗了，或者说完全没有失败或者被拒绝的风险的时候再去做，不要这样。有时候迎接未知啊，也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啊，这会让你平添几分魅力的。所以大胆一点，多给自己一点未知的挑战。好，以上呢是关于黑子这个选择的解读。大家听完以后有感觉啊，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进行黑白棋子的解读。从这个4棱阵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你们关系的现状呢，目前处于一个被冲击的状态。其实之前的状况总体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一份关系不可能总是这样淡如止水，总会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或者变量啊来加进来，这样这份关系才能成长。否则的话，它真的可能是一潭死水，甚至无疾而终了，这并不是好事啊。那所以呢，关系中有一些变量和一些变数，真的是好事情。那现在呢，你们的关系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正向的变数。对于这个变数呢，你倒不用太担心，这个变数总体来说是可控的，并且会从正面上推动你们关系的影响。那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只是在目前这个特殊的状态下呀，特殊的一个阶段，身心的状态这样一个调整的阶段，会有一些上下的波动，所以还不好下最后的定论，但并不是说你不重要。
他目前在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诱惑，这种诱惑呢，并不意味着出轨婚外情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于过去的一些旧的情谊啊、情分呐、包括旧的恋人呐、会比较经常会泛起一些心念，有时候会想起，或者会触景生情，偶然的一些事情会触发他的思念，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作为一位爱人嘛，小小的吃醋呢，当然是可以的啊，无伤大雅。但这个东西可不要上纲上线。本来这就是人之常情。每一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啊，都愿意给自己所爱的人留一份空间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可以说是贪求完美吧，把标准定得这么严苛啊，那样也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了。那这个事情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以解决。人总要向前看嘛。其实过了一个阶段，这种心境或者这种状态啊，它自然就会好转和调整。而且你的那个伴侣啊，他也并不是一个总向后看的人，所以这只是他在特定一个阶段所要经历的一个功课。他走完了这个功课，通过了这个考验，那么他就毕业了。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困扰你们了。所以呢，作为一个体贴并且包容的一个爱的伴侣呢，应该给另一半成长和体验的空间，这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同时，你越这么做呢，你在他心中其实越重要。你说呢？那第二个问题，他的下一步，在他的心目中呢，他其实是很仰慕你的。你在他心中呢，是一位很有灵气，带点飘飘欲仙的气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从你的身上呢，可以看到一种清灵，一种更加具有精神性的东西，这是他所向往的。你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浪漫和美好。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比较朴实的人，或者说他身上的物质能量比较多，更加的可以说是那种像石头一样的质地啊，不是那种很轻灵的感觉，是那种很可靠、很扎实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过于沉重，以至于丧失了一些灵气。但这就是他的本色。所以你们两个的这种结合呢，在这个关系中造就了两个频率的一种跨界对话的这种感觉。那也正是这种频率差呀，导致了你们需要在沟通上去彼此的调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他可能各方面比较顺利的时候啊，那还好。那当他各方面受到冲击和变动的时候，就有些跟不上你的频率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受到的干扰比较多。他如果还能够保持对你的这种细腻的呵护，也是难度很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就需要特别留心，去多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一看，他背后经历了什么。那这个三角阵呢，可以看出啊，他现在对于这份感情啊，其实是稍有迷茫，并且听天由命的状态，主观的能动性并不是很强。这个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还是在于他目前受到的外界的挑战比较大，他有些吃不消了。这对于他来说呀，接近于一个能力极限，所以他在那方面花费的精力很多，所以在感情关系的沟通上啊，有些力有不济，力不从心，或者说精力不够了。哎呀，在下一步呢，甚至如果他的状态继续下滑呢，可能脾气会变得更加封闭或者说更加听不进你的话。这是因为外部压力过大的原因。可能在你看起来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是他很可能的一个大概率的状态啊。
这其实并不是对你的感情有太多的变化，而是外部的环境变了，而他的心中的那个定力呢，还不足以应付这场外部的巨变。那么他是否清楚自己要什么呢？从这个三角阵的信息来看呀，其实他并不一定清楚，或者说呢，他自以为清楚，但实际上他的认知和见识都很有限，他所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那一点点，而且这种外部的巨变呀，给他的压力造成了他在情感心理上也很沉重。这种沉重，会逼着他去冒险，或者说他总想去通过外边的一些成功来在感情中去证明什么。那这种心理和心态其实是不成熟的，真的是有些外求了，这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如果他能够把自己更打开一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突破这个局限的。再来看一看你所拥有的魅力值啊，其实在外形方面呀，你还是有一些资本的，虽然谈不上非常出色，但也算是比较有魅力的，也是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在经济方面呢也很稳固，也没有什么值得操心的事情，可以说一直是稳步增长的状态，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福报啊。另外在身材上呢，也不要不自信，其实你的本身的底子还是不错的，只需要稍稍恢复，那其实会很出色的。还有呢，就是在工作方面呢，其实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虽然工作能力谈不上特别强吧，但是总有天降好运，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也能逢凶化吉。别人真的是很羡慕你的，羡慕你命好啊。在主要的性格方面啊，你其实有一些功课要做。你的性格呢，有时候立场也许应该再鲜明一点。很多问题你不愿意表态，或者说就随顺了，直接就跟着对方走了啊。这一方面呢是出于你的天性，你不愿意就一些这个问题过于鲜明的强调自己的立场啊，你认为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比较舒服啊。但实际上这个也要分人，如果对方的性格不适合这样呢，你也没有必要用你认为的方式去应对对方的这种性格啊，那是没有必要的。还是应该大胆说出你的感受，让对方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怎么看问题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沟通和相处。另外呢，有时候因为你的这种精神方面的追求比较多呀，这种东西如果过多的话，并且有些时候会给对方造成逃避现实的这样一种错觉。对方可能会觉得，你的这个精神世界很美好，但是跟现实，尤其是跟他的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脱节。这是一个比较要命的问题。那处理这个问题就需要你和他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接口。你需要把你的这种相对精神性的东西，或者说轻松轻灵的东西，通过一种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传递给他，并且能够帮助到他，让他在这种关系中呢得到感情的滋养。这种滋养是一种持久的滋养。那在性感度方面呢，其实你的这种魅力性感呀，和一般的世俗的魅力性感还不一样。你的这种魅力呢，是带有一种浪漫的气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俗的东西，带有一点清高，甚至带有一点仙气、梦幻的气息，能够让他去抬头仰望你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你自带的一种清高的气质，这种气质美也是你的魅力杀气啊。这也是他特别喜欢你的一点，就是当他陷入到这种纷繁的压力场中的时候，那你
你的这种天然的气场和魅力，会给他滋养，会让他感到轻松。这种东西它，其实不是外貌层面的，是你的这种自带的身心频率，而他也为此对这个你的这种频率和品质比较着迷，因为他本身面临的困境比较大，也是压力比较大，有时候是很焦虑的特别需要你在这个层面的心灵滋养。最后呢，来看一看，你如何继续强化你的魅力值啊？那你之前其实并没有说去刻意经营什么，或者说去刻意做什么，一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相处状态。那有时候你的这种聚焦点呀，不宜过多的聚焦在生活频道，不能仅仅满足于你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你需要适当的打破一下你的那种舒适区和惯性传统让自己变得向陌生领域再踏出一步，去接触一些你熟悉领域之外的东西，甚至说一些你看起来不太看得惯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能恰恰是你的爱人所需要的，是他所关注的那个频道。当你接触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可能会更加了解到他的焦虑，或者说带给他干扰的那些东西，这样在你们沟通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他。所以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深层的魅力，或者说是你真正吸引他的根源所在。你的这种气质和气场能够支持到他，这是一种带有一种心灵提升的一种自我建设，这种魅力的显化是持久的。所以当你具备了这些之后你对于他来说呢，真的是更具吸引力和魅力了。而且这种魅力呢是经久不衰的，这也是你的一个毕生的成长修炼课。当你练成这个境界之后呢，你就可以真正帮助到你所爱的人，他肯定也不会去选择离开你或者有更多的想法，因为你是他真正的能够滋养到他的人，他会明白这一点的，你说呢？好，以上是关于黑白棋子的解读，大家听完之后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